我们又出现在镜头前啊，又出现在镜头前，进行这个暌违已久的大型访谈类节目，叫《鹿晗说》。对，川火本来大家都以为是一个电竞题材，对，那其实只是铺垫，后期就变成了悬疑和惊悚，悬疑完了又进入到了喜剧，诸多元素融合在里面。这个一开始大家刚看这个剧的时候，其实是形象的改变，形象可能会比较糙吧。对，以前没有做到这么糙。其实这形象是当时你跟导演其实不谋而合的吧？对吧？对，就还原你当时08年的那个状态。所以就其实你在萧峰这个角色上就找到了自己，尤其是就是烫完那个锡纸烫之后哈。对，其实应该烫烟花烫，也不是说故意去做，觉得还不够丑。那没办法，就人就那么帅，我挺白的，我没那么黑。对，随缘吧。手有时候就穿帮，手贼白，然后脸是黑的。对。进川火组之前，咱们在剑南桃嘛，在剑南桃的时候，其实你的那个表演状态跟川火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表演状态，对，也没有说需要一个过程进入状态。你当时是怎么？前2天其实导演是故意安排这种戏让我找感觉吧。一场是跟安澜的那个打游戏的，完了下午就是跟队员一块儿，不就是也是中间的也算是一个小过场，但是其实也鼓掌那个吧，不是看小视频的哦，那个对。对，其实第一场那会儿我是尬演，我内心很尬。对，因为真的都不熟。但你后来找到一个方法，对，每天就是在，比如说不拍的时候就叫他们剧里的名字，多聊天啊，多玩啊。中间休息的时候就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一块儿吃饭，一块儿聊天。因为其实一开始是为了能顺畅的演戏嘛，但后来拍了150多天的惠州，大家就都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是吧？对，很好。这部戏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咱们拍这150天，你中间你觉得你有崩溃的时候？主要是因为太热，刚刚开机就去那儿，直接就连拍了6天嘛，6天打戏。对，打戏太多了。室外的那刚开始第5天、第6天的时候有点崩溃了，因为没连着拍，对，连着拍完了就中间老是中暑，打着就不行了，喝了一个藿香正气，躺了15分钟就好了。持续1周、2周持续拍这个，一天。拍完前3天，那个导演给我看了一个，他们就是拍完就可以瞬间就剪出来一个打戏的那个对小片儿，对，完了就惊讶了，我说哇，打戏能拍那么帅。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能把游戏还原成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也是穿越火线的老玩家了，对，09年差不多开始玩到了，那跟萧峰这时期是基本是一样的，差不多。比萧峰晚个2-3年吧。那你这会儿跟队友这帮去拍网吧戏的时候，你有觉得就是仿佛穿越的感觉？有，我觉得就是还原度特别高吧。他找的那些网吧真的就像咱们08年去的那种，挺还原的。对，那个时候对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而且那会儿都基本上在打这种射击类游戏。那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从小玩游戏，看到萧峰这角色之后，你就可能共鸣感还是挺强的，对吧？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有2场，一场是那个替领导挡酒，我干了，来点气势，干了。然后呢，回到家之后，安澜正在弄那个保研的那个事儿。我把我自己的爱好当成职业，我哪儿做错了？不明白了。不只是在什么公司啊当职员也好，我觉得演艺圈啊还是什么，我觉得都一样啊。对，因为我之前也算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啊，这其实都经历过。对，还是有共鸣的，有共鸣，而且那一段其实就是把自己的那种感受说出来，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，经历的话。对。那你觉得就是萧峰跟你像的地儿和不像的地儿都是哪些？我只能说某些方面吧，讲话的感觉。就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，其实是你觉得是从你自己身上提取了一些东西，提取一些，但是要放大，我放大放特别大。他看弹幕跟不看弹幕是2个戏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。但得第一遍先不看，完了第2遍的时候看弹幕好玩一点。对，他有一段剧逗，你去看麒麟，叫王者陨落。对，又一个王者陨落了，那太逗了那个。还有贼逗，我跟小北打完了，我不是
装备不行了。嗯，那确实是他那装备比你好。对，因为他是19年嘛。对，那会儿出的装备也多。08年好像我不知道，我忘了，08年还没有英雄级武器，好像没有。我记得是10年才开始有的。他那金斧子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是之后第一把英雄级武器是火麒麟啊，完了才出的龙啸，好像是。这英雄武器就确实厉害是吗？加成啊，比普通枪厉害。对，换弹速度快啊，完了伤害加一点点。你知道现在网友最喜欢哪段戏吗？我跟大卫那场啊，我一猜就是。他们都问就是为什么你们演的时候能不笑场？笑了，是吗？对，笑了。你感受如何拍这场戏？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搞笑去演。对，而且这个情节不能特别的，就是那么的真情。我萧峰，不能没有你许巍。真情流露的时候，旁边就是队友说：“快给我雷！”炸死他龟孙儿！那天是整个一下午就拍了那一场，嗓子快喊哑了，就拿那个话筒我喊一下午。咱们戏之外不还有一首歌吗？对，我是看了，对，我看了样片以后，然后插曲完了我用了一个这个，对，完了我就说想要唱这首歌嘛，我觉得歌词也好，还有旋律也好，都是特别的能体现萧峰，就是08年这一代人的那个情感。我本身是自来卷，我本身我不烫就跟烫的一样，老师老以为我是烫发，花钱把我头发拉直了。完了，因为我们住宿学校嘛，他周一把我拉过去的，完了我周四可能因为当时那个药水不太好，周四的时候我头又卷回来了，所以老师就无话可说了。老师再也不说我烫头了，我还染头发来着。那会儿其实我是想染一个别的头发，想染那个亚麻色。进学校之前周日晚上找了一个理发店，完了漂了好几次，完了结果染出一个橘色。特别丑，完了我一看这肯定学校都进不去，我说算了，你就直接把我染黑吧，他就给我染挺黑的。完了我进了以后，所以老师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我们进去以后，当天晚上就是黑色，但是就越来越浅，因为洗嘛，洗越来越浅，到周三周四已经变成纯棕了。老师就纳闷了，说住宿你怎么头发越来越浅？后来就再洗，就后来已经开始要黄的时候，就瞒不过去了。